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你觉得几岁开始谈恋爱合情合理呢？今天我们拜访的是12岁就拿到恋爱许可的夏绿蒂跟她的家人。夏绿蒂16岁，夏绿蒂不是艺名，是本名。台北影视音实验学校1年级生，她的初恋发生在12岁，是家里的吐槽大队。我妈很直率，可是她有时候讲话那个语调很假，很机车。她想找的是她心目中做自己的代表。小 S， 妈妈丁文静48岁，过去在电视台担任记者，也制作过历史纪录片。乐在工作的她，连怀孕期间也照样跑新闻。他们那时候都说啊，孕妇有很多禁忌啊，什么什么都一天到晚跑坟墓、跑灵骨塔。我觉得是你的心态问题吧，我不觉得，而且我不想要做娇滴滴的人。他会想见到哪位来宾呢？龙应台，还有方文山。爸爸夏乐祥50岁，女儿出生后在家当了7年的奶爸，目前任职新北市劳工局。他会想邀请谁呢？小野先生。妹妹夏乔安13岁，国2生，她想邀请的来宾是。我最想邀请的是那个马玲跟81。在来宾上门前，我们先来认识这家人吧。口红就是一个命啊！可是我没有要涂口红的意思。她吧，她比较爱漂亮，我没有那么那个，因为她不漂亮。OK， 嘴巴真的是很真。家里唯一的储藏空间，也是全家书画更衣的地方。女儿出门前要化妆，文静早已习以为常。对，然后他们自己现在就能够掌握他们要化什么妆，他们还会画视觉妆，视觉系的那一种，各种。视觉系怎么可以讲得出来这么恶心的名字？问你那是什么妆啊？恶心妆哦，反正各种恶心的东西在画。然后那个，你看那个手臂大成这样，飞成这样，他们就觉得很 OK， 在我看起来一点都不 OK。是巨秀。这个叫反差，就是任何东西都要一个大反差。如果你就是全部都是对的东西，那就不对了。你要一个非常 low， 然后搭一个很嗨的。没有，他们会告诉我什么东西是最新的，那我就会知道了。对啊。我没有在想什么代不代沟这件事，就跟上就对，听懂他们的语言。对，就跟上他们就对了。最近文静出了新书，这一天母女3人精心打扮，准备到台北国际书展去打书。在现在这个世道书要卖得好，其实不容易，得要自己要花一点心思。你要坐在这边，这个叫做滥竽充数。镜头拍过来的时候看得到人，看起来比较满。对，我们滥竽充数一下。这本书卖的是夏绿蒂的爱情故事。她12岁开始谈恋爱，妈妈是她的恋爱军师。开玩笑的方式，很少人会说，恭喜你，你终于恋爱了，或是对爱，或是你父母亲也很少人会跟你说，恭喜你，你得到了恋爱的入场券。我们很少用这种很正面的态度在看待爱情。其实爱情很美好。那他想做的话，而且这个功课他很有兴趣，那我就得要愿意，我也得要花时间来陪伴他，跟他度过这个功课。夏绿蒂是书中主角，她跟着妈妈出席各种座谈会、签书会、广播节目，偶尔她也会失去耐性。然后我听到我妈的声音，我觉得她讲话的这个声音的频率，我觉得不舒服，然后就不想回答，就是特别高亢，我就觉得很做作。我常常跟他讲说，就是我觉得我不喜欢你讲话的那个感觉。如果讲他的声音，然后是那种姿势，他都知道，但是他还是很做自己啊，也没在管我的，知道吗？他嫌我讲太烂了，我昏倒了。对啊，就说谈恋爱说收敛了，谁会这样讲话 ？Oh my god！ 那你们小朋友讲什么？我们以前就羞脸啊，是你们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那你们讲什么？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姐妹俩从小学就拿到爸妈的恋爱许可，自然也会跟妈妈分享恋爱心事。国小交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然后我妈就说恭喜你。
怎么几年级的时候？4年级，同学都说很羡慕，因为他们也有交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们都不能讲。他说讲的话就被打死之类的。国小就能谈恋爱是夏家姐妹享有的特殊待遇，一般同学的家长并非如此。我那时候以为大家的回答都应该会是，就是如果遇到对象就可以谈的，就很多妈妈都说大学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也太久远了吧？什么时候好像谈恋爱是一个就是那种，好像就是要等到一个时间，还是过了一个那个，就是它不是变成不是一件自然而然产生的事情，我就觉得也太奇怪了吧？这好像就失去了恋爱的本质。最后导演哪一集？随便。文静过去在电视台跑财经新闻，后来爱上历史故事，成为历史纪录片的影像工作者。就是股票啊、期货啊，你一天到晚都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没有感觉。我看大老板我也没什么感觉，这是真的。但如果我遇到老兵，他说故事，我真的是痛哭流涕，我就是很有感觉。最早，文静也是在历史事件中遇见老公乐祥。1990年，两人在大学时都参与了野百合学运，但当时乐祥的形象在社团的耳语里并不好。听到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不是一个好家伙，那一方面就是那个就不是个好家伙，乱搞男女关系之类的啊什么的。学运过后，因为进入同一个竞选团队工作，两人逐渐对彼此产生好感。自己觉得自己比较不够那么主动啊，或者是什么不够热情哦。可是他在他身上可以看得到，就是自己期待的那个部分。因为他不大会把自己的 idea 告诉别人。然后他每次要讲一些天马行空的 idea， 我就觉得哇超赞！我就说夏想你好棒，怎么有这么多想法？大概喜欢他3天，就是我发现那3天我就已经喜欢他了，我就把我5年的男朋友分手了。文静个性果决，动作又快。毕业后，两人各自忙于媒体工作，直到意外怀了夏绿蒂，才决定结婚。就连婚礼，他也是一个人搞定。他就是工作这件事情就可以把他整个人都塞满了。还要去弄婚礼的事情，对他来讲实在是太困难，所以我都是找我的朋友去帮忙。然后结婚典礼，我就写了个企划案，然后动员，因为我知道他连送饼这件事情对他都是困难的，我不想他自己找茬。所以这场结婚典礼呢，夏翔只做了2件事，一个是试穿礼服，一个是陪我去看场地，就是把场地搞定。之后大概就没有他要烦恼的事情。对。然后丁文静就把自己嫁掉了。对。除了独自筹备婚礼，文静找妇产科医生也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你知道那种生小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找热门的妇产科医生，然后我就要去找那个没有人的妇产科医生，接生，就是没有什么病人的，因为他们说没什么病人，就是这医术很差。我的想法相反，我是觉得没有人的医生，那你收到的照顾会很多啊。请完1年的育婴假，文静又急着回到电视台上班，家庭主妇的头衔根本不在她的人生选项内。那1年的那里头，我就带她，然后，但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只有带她喂奶，然后整理一点点家里，煮饭我还是不煮，我就觉得那不会是我的工作。那我觉得家庭主妇工作没有很复杂，在家里头，就是你也没有什么人事斗争啊，那你没有人要。那么多的员工要管啊。乐祥乐于在家顾小孩，当了7年的奶爸才回到职场。而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父亲的角色是比较淡的，不是说我爸爸怎么了，是说他可能一直是以一个比较严厉的、有距离的那样的角色出现。当我自己变成父亲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一个弥补的心理，我想要去做一点补偿。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父亲是缺席的。啊，过来，当然，跟你撒娇。好，因为这个，因为我以前在这里啊，在这里，所以他很熟啊，
他奶奶来的时候，他就对他呛下，叫人要吃啊。加上住附近的公公还会帮忙打理孩子们的晚餐，文静有充分理由不为家务事烦心。经常家里以前常常有 party， 大概1个月里头有2次到3次，假日的时候，然后那个party 很忙要准备啊，我从来没有帮忙过，我就是负责回来参加 party 就是了，就是那准备那都是夏爱翔的事情。会遇到就是可能晚上就是洗完澡要刷牙的时候，他就会回来卸妆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化这个妆？然后我就说你可以不要化妆吗？我那时候就是好像问叫你不要化妆嘛，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觉得你化妆很丑还是怎样，大概就走这种吧，就是他在我童年印象里面就这样。文静做了13年的职业妇女，每天工时很长，常常出差不在家，直到2年前，文静的老板决定收掉这个单位。他们不要这个纪录片，不要纪录片这个东西了，不是我们一直要把它做完，大家都是很有心，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心里头是很不舍的。等一下，文静她一直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她不会让自己懒散太久，对啊。他就说你再这样我揍你，我要揍你哦。然后我就说走啊走啊走啊，然后他就让啪捶我旁边的墙，我就断了。什么事情让乐祥生气到捶墙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拜访的是国小就拿到恋爱许可，而且餐餐得吃肉的夏绿蒂，还有她的家人。就是一个牛肉跟挂肠。但是夏绿蒂它一定要有肉，如果你的食物里头没有肉的话，就会被瘦。但是藜麦饭也一样，5点，大概5点50要起来做。前天你要先把料都备好，然后就是起来就把它弄好，这样就会很快。早起为女儿准备热便当是文静每天的工作，持家的好妈妈形象却是2年前不曾在家里出现过的景象。因为以前我都在睡觉，他们上学我根本不知道。文静刚回到家里时，她和女儿是少有话聊的。是他们那时候就是都不理我嘛，然后最明显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回来，公司也在整理在弄，然后跟孩子们的这种理解度，就是他周遭的他的朋友圈，我都还没有掌握，我也不知道他跟哪些朋友什么都搞不清楚。简单讲，我对他们一无所知。那对他爸爸很尊敬，充满那比较难相处。你说谁？我爸比较难相处，所以比较尊敬。他的情绪很诡异，他会这时候比如说好好跟你一起看电影，看完电影那一秒就说为什么还没吃早餐？你不是应该早上起来就吃早餐吗？然后点去碎碎念，然后他也没发现。除了难以沟通外，乐祥手上的伤还记录了夏绿蒂的成长。我曾经真的有身体有伤害啊，这是捶墙之后的那个，可以愤怒到捶墙，很笨，对不对？他要打我，对啊，可是又不能真的打去捶。他就说你再这样我要揍你，我要揍你哦。然后我就说走啊走啊走啊，然后他就让啪捶我旁边的墙，手就断了，手就断了。骨头裂开。夏绿蒂从12岁开始谈恋爱，她来者不拒，曾让爸妈很担心。别的妈妈的口中，我们听到说你女儿在跟黑道做朋友，在交往，类似这样子。其实不是黑道啦，就是中辍，然后比较在宫庙的这样的孩子。我们2个大家都互相知道，就只是玩玩而已啊。所以基本上就算有困扰，我们也不放在心上吧。就是那就这样啊，随便。就是只是2个都在找一个对象，然后就刚好觉得那就你了，然后他就告白了，然后就答应了。可是就算他比如说他今天真的在跟另外一个女生聊天，我也不会很在乎，因为我根本也没有真的很喜欢他。直到夏绿蒂和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她口中定义的第一任男友交往时，心态有点改变。就是功课很好那个，他就是比较
该怎么讲？就是那时候我是真心的喜欢他的，所以就当然有问题就要解决了，对啊，就已经不是像之前那样，之前那样就是哦有问题，好吧，你就分手吧，拜拜。但是下一个3天后就来了。只是男友认为夏绿蒂不够上进，两人曾经分合多次。因为他那个学校很好嘛，他本来他就一直很想要，就是教那个高中的妹这样子。但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大家都知道，后来是让他成真啦。夏绿蒂失恋的时候，当时失业的妈妈正好成了她的咨商师。我妈就叫我跟那个男生说谢谢，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说谢谢，然后后来就告诉我一些理由。其实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让我自己心里好受，还有让那个男生就是对我的想法有点改变之类的。我有点忘记是为了什么，反正后来我就跟他说谢谢以后，我自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就是放在心上，就有放下一点点这样子。你只能跟他讨论心得，你很难指导说要怎么做，因为他自己有心得之后，他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做，不需要你来指导他。不知道，我觉得他很特别当推销员之类，他就是可以让他这个包装到，你会觉得哇，好完整哦！你会觉得，就算那东西其实那时候是在吵架的感觉，可是他讲完感觉都和好了。那问题是你这样不行，要把那个。文静不只收服少女的心，过去完全没厨艺可言的她，也学着熟悉家人的胃。这个坚果酱啊，是请文静回家用她的 Vitamix 打的，就是全部都坚果，就是主要是 Tia 那时候学看他就看而已，都是在看，然后后来就是真的煮也是结束之后才煮，然后透过食物，他们到最后是会自己打电话说。妈妈今天要吃什么？他们会有期待今天要吃什么，真的就是那个变化还蛮有趣的。从完全对我煮什么东西很不屑，到主动问我要吃什么。妈妈那时候都不会煮东西，她连泡面都煮得很烂，叫她煎一颗蛋她都很困难。看，现在自己应该在厨房做事啊，多棒啊！有一定的年纪了，再愿意重回厨房，这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在里面自得其乐，然后大家吃的也蛮高兴的，就说他会，但有时候我会觉得比较困扰的就是说，那个菜这样搭对吗？可以这样搭吗？家人对文静的手艺还是有点疑虑。那么今天这顿早午餐的菜色有什么奇怪的搭配吗？没有，还好，因为我老公很爱批评。那可能是在早期吧，后来就还有这样吗？你最近还有这样吗？就一开始你都不会说，然后吃到后面你就会说，这不是这有点怪怪的哦，然后那个就开始讲，哪里怪怪哪里怪怪的。我觉得最少了一个什么吗？这个不能这样加吧？这是什么搭配啊？太奇怪了吧？怎么会有人把这两个东西煮在一起？你这照理说是不应该这样，这东西里面不应该放这个差异。哦，我想起来了，萝卜加豆腐去用烤的，都是水，两个都是充满水分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烤物这样子。趁着大家用餐，问问他们最想找谁来吃饭。小 S， 我觉得很欣赏他，对吧？然后就是做人很直率这样。再见瓦城的女主角吴可希会了一个东西，然后她可以花时间去学习语言，然后去融入当地，然后去融入剧情，然后等等的。对一个年轻的女孩，我觉得这相当的不简单。小野先生，我在他的那个一直撒野那个书里面有可以看到他和吴念真舞蹈他在一起在工作的那个时候的情形啊。但有很多的启发，有些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有一些的刺激。那个刺激最重要。爸爸连找来宾都要替女儿着想，想不到乔安的考量却是想要请马丁是因为他很帅。好，那也有法比欧。法比欧为什么？因为法比欧很帅。龙应台，那他观察事情，他都可以写得非常的，就是你看他的文章，你会掉到他的情境，他很有那种感染力。还有方文山，他对人就是很会为别人着想。那以他们在那种音乐圈里头那么久的性格，我就觉得他很难得。文静在家里待久了，自然也拿回家中的管辖权。就是现在是厨房归我管，所有的使用习惯都是我的。我现在想要不习惯。后来我有些东西我就找不到了。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就必须问，原来是这个女主人回来了，厨房又变成她的了，我变成陌生人，对，也蛮好的啦，对啊，就说对。哪有你最好是吗？你在那边发飙好不好？没有啊，我觉得。什么东西？你在那边干什么东西放在这里？他还会摔锅砸碗，然后就砰砰砰砰砰。他可以再组个乐队，我觉得。姐弟做的，那他不同时期的作品，然后这大部分都手做的。对，他现在已经变成还算有名气的陶艺的师傅吧。肖丽印。玻璃柜里摆满夫妻俩的搜集，但在以前，这可是乐祥专属的空间。他们收集那种就是很奇怪的果汁，然后可能就是现在上，然后之后可能就不会有那一种，可是他也不知道，他就是收起来。收的原则就是说，你看这个像青花瓷的那种感觉，好玩。你第一次看到。以那个麒麟啤酒为例，它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款式，而且它会用各式各样的这种设计外包装。你们把它压掉，其实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有意见？有意见也来不及啊。这样子很可怜哦。我觉得很好，好不好？还给你2个空间呢。哦，我真的不知道哎。刚离开历史纪录片的场景，文静又忙着为自己搭建舞台。她加入昔日伙伴的制作团队，偶尔做监制或协拍的工作。其实因为我们的分工大概就是可能文静去，比如说他衔接一些其实案子的接头，然后我就会把一些行政事务或者是合约执行的事项在后面做接轨。那个东西就比较琐碎，还要去讨论一些工作跟合约的细节，所以通常我就会在公司。来开会也是在玩，就是都在玩啊，我就没有觉得我在干嘛，没有觉得忙啊，就是忙就没有忙啊，没有什么事情在忙。我不喜欢自己就只做那么1、2件事情，我希望我的人生的角色是多元的，我不要去 limit 自己。文静没上班后，把2年来重新和女儿相处的点滴记录下来，并出版成册。就是我写东西不是 for 乱写的，就是写爽的。我写东西都是 for 未来一定要作品的。老公乐祥则是文静的超级推销员，强迫购买，比较熟的啦，就周边这边方圆这样子，大概都有，也可以成为那个茶余饭后有一些聊天谈话的主题这样子。乐祥做了7年奶爸，后来则回到职场，在新北市劳工局担任新闻联络人。因为他新闻稿会先给我，所以我也透过这个位置去了解所有的业务在做什么东西。当然不是很专精啦，可是就是把他们的一些比较制式的语言可以转化成他生活的，让记者看得懂。因为大部分的父亲都很排斥，宁愿去上班，也不可能在家带小孩。对啊，那我觉得做过这种事情我都做过了，那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这样子。对啊。如今他和老婆的角色互换了，有妈妈在，或者是说有一个家里面一个运转的中心，其实还是很重要的。都孩子回来先喝一碗汤，暖他们的胃，也把他们的心放回来。对啊，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力量，稳定的力量，食物供给的力量。对啊。那时候刚失恋，然后就学校的人全部在谈恋爱，我就到底干嘛？上了高中，夏绿蒂的烦恼是什么？有个性就好，不要那种就是很跟大家一样，像比如说什么妥瑞氏症啊、雅斯伯格什么，棒。他找得到他的标准情人吗？下一段马上回来。拜拜。好啦。哎，这很戳住。那要干嘛？好，拜拜。好，拜拜。今天拜访的是想做什么就能做的高中生夏绿蒂和他的家人。哎，传是我要去学校的意思啊？我坐在那边滑手机，到底是什么？迟到了还可以走路这样边走边唱歌，很悠闲的这样走进去。
我们家没有羞耻心，对不对？大家就这样哈，开心。对，好吧，去吧，打打水。都没有，就是他们就是比较属于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想做的事情的话，你就会真的自己会去做，不用别人教。所以我们家一直秉持这个原则，所以他们也不太会催，就是叫我读书之类的，对吧？或者说你怎么考这样啊，还好，对吧？所以我拿10几分的成绩单给他们签，也是没有什么在怕的，好不要脸哦。不爱念书的夏绿蒂，1年以前进入以培育专业技术人才为目的的台北影视音实验学校。这个地方就是泡茶的地方，没有啦，就是招待一些来宾之类的，就是对吧？我就在这边准备一些点心啊什么的。好。所以平常就是上音响课，然后之前还有灯光课，会在这边上，那边就有灯，然后那边有音响什么的。你最喜欢什么课？不知道，应该是摄影啦，摄影跟音乐，底片那个洗照片的课我也觉得不错。对，猜我妹跟犄角。对啊，我口帮她涂她眉毛，我觉得很漂亮，我觉得很漂亮。我要换一张了。如果告诉我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那件事情以后可以干嘛的话，就是不知道可以真的实质的效用是什么的话，我就不想做。因为我觉得在这学校比较有人的个性，人的味道。对，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代表。以前在这里是读书啊，你探讨自己干嘛又拿不到分数，对。现在就是比较，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个性以后，你就做这件事情，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你做的那种感觉。在这里，选课自由、创作自由，夏绿蒂很满意。唯一让她介意的是学校有太多对情侣。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我都要吐血，因为可能刚失恋，然后就学校的人全部在谈恋爱，我就到底在干嘛？不想跟别人一样。但大家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没意义。大家都不做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对，他现在在享受单身，一方面他也脱离了，他也慢慢的比较长大了，夏绿蒂的状态，对啊，他其实越来越松，他也很愿意分享。它还有好丰富的铁质，然后可以就是你可以要加乌骨鸡下去炖，然后在那个小朋友在转骨的时候，下桥岸要补一补。位在桃园的这块农地是文静的亲戚们合资买下的地方。女儿上小学以前，父女3人曾在这里度过好几个暑假。好几年不见的三叔公，很讶异夏绿蒂变得如此先进。是在看奶粉丝才晓得，那么夸张？怎么这么先进了啊？像以前哦，如果你阿公那个时候，他们被骂了，交男朋友啊，在国中的时候，在这了，他就说，读书不好读，啊，现在在交什么男女朋友啊？以后再说吧。书都读不好，还交不到男朋友，好像听起来更可悲了。我还是有点成功的。靠自己要去努力的。这个辣椒收成了，然后那个其实不会辣，可是大家不太吃，那就把它拿来玩这样子，把它串起来。啊，这个叫辣妹的造型。他们在工作，这个是他们在帮忙铺地砖，铺地砖的样子。我觉得是他们童年里面最美好的时光。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和爸爸共度的时光，乔安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那个他只要不爽，然后帮我吹头发的时候就一直拔，边吹然后这样吹，然后自己在那 murmur， 然后一直在那吹拔，那是今天怎样？很可怕，我那时候超讨厌洗头的。虽然姐妹俩又忍不住吐槽，回想起来，大自然的体验在无形之中也带来一些影响。就像同学上次就在宝藏岩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只蛇，然后就被碾过去，被碾爆了。然后呢，同学们看到就这样，然后就把它拿起来丢到旁边去。其实类似的啦，就是比较不会怕那些东西，这我觉得是有影响的。所以里面某种程度，我也跟他们一起
重新去变小孩子一样，你也重新活过了一个童年，重新去回味了童年。爸爸的话就很多啊，就是好的也很多，坏的也很多啊，可怕的也很多啊。对啊。所以妈妈也都是美好的回忆。就是没有回忆啊，没有回忆才是美好的回忆，那就是吧。孩子大概不会用正面的方式来去谈论，他们现在不会用很正面的方式来谈论，也许他们年纪还不够，真的，所以他们会用一种吐槽啊，或者是专门讲净讲一些那个很不堪的，他们觉得是这对他们伤害最大的一些 moment。看着女儿们的成长，乐祥偶尔会感到失落。女儿跟妈妈的那个频率，或者是说成长的经验会比较接近，所以他们有更多的信任跟分享。跟爸爸总觉得隔了一层这样子。对于女儿比较黏自己，文静会想办法弥补老公的失落。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有什么行程，怎样，小朋友怎样，好让他了解一下，不然他会活得像局外人。因为现在整个家里的那个 run 是我在 run 啊，小朋友该干嘛我都知道。然后他就有时候就谁怎么会在哪里？夏乔安怎么会是今天要去哪里？这样我说哦对，然后他说你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讲？没有跟新闻联络人讲。对，没有跟新闻联络人讲不行，这行程没跟上。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个机器人。回到家里经营家庭，如今文静对主妇的定义有了改变。我不知道我的心态上我是家庭主妇，虽然我有在工作，我觉得家庭主妇的意思是。他不一定都是在家里头工作而已，而是我以家为出发点去做我整个人生规划思考的一种状态的职业。嘉宾上门这天，大家有各自分配的工作范围，夏绿蒂却一派悠闲。他就一直说整理家里，要整理家里，你要负责整理鞋柜啊，干嘛？我就我在做这件事情，没有理他。全家。对啊，我已经整理了浴室，刷了一些衣服，然后现在正在抹地板。蒜头煮醋，这个是一个中印度小菜，因为刚去韩国回来，我买了一些明太子，所以就有烘蛋、冲明太子。料烟熏、盐烤、烟嘴豆，你看喜欢煮新的东西，是少数煮过，大部分都没煮过。好，所以他们是我的白老鼠。对于文静充满实验精神的菜单，吐槽大队依旧不太买单。这个全是超夸张，什么松板猪是根本就是拌在一些什么豆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没有，那自己煮自己弄的。那不是松板猪的松板猪，那不是真的松板猪，你那是全联买的那什么东西，然后就超细的，那个一煮起来就缩水，拜托，那松板猪，妈呀！他们期待见到哪一位嘉宾呢？我是希望小野来啦。没有啊，因为小野就可以谈教育的东西啊。很可惜啊，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我有那个，我有酷狗。你可以听。为了做功课，乐祥还特地印了来宾资料，不过选项却有点少。小野，有了吗？我月经没有，就几个而已啊。就这3个。好不是哦。对啊，没办法。做自己的功课。来宾就要抵达，还剩2道菜没搞定，女儿忙着化妆，厨助只好赶紧来帮忙。最后才要出场，不随便出场。开玩笑，以前都是我在。对，可能到时候主厨妈妈会一直在厨房，然后我们3人在外面，我们很 happy， 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妈妈成了主厨。晚餐终于陆续完成，今晚的嘉宾会是谁呢？是小野、吴念真、龙应台，还是再见瓦城的女主角吴可希呢？以前家里要考试要干嘛，都是没有一个人会紧张，没有戏剧效果。这个好快，不行。神秘嘉宾就要现身，下一段马上揭晓。谁来完成？到了 ，Guess who？ 以前家里要考试要干嘛，都是没有一个人会紧张，没
没有戏剧效果。这个好棒！红波鞋。啊，我的就那个吴念真、龙应台、夏乔安。那等下他都播出去了。对，不要这样子，太好笑了。夏乔安。哇，谁来完成？到了 Guess who？好可爱哦！耶，这个好可爱哦！看，赶快看是谁。太棒了！真的假的？今天的来宾是作家小野，他从初中开始写作，至今出版了超过100本作品。长期关注教育改革的他，也是夏绿蒂现在就读的台北影视音实验学校的校长。我自己觉得我在我那个世代很开明，而且我也写了蛮多亲子书。可是等到这个比我在更下一代的人变成父母亲之后，他们所对待孩子的那个态度、那个开明程度，还有思想，真的比我们这个整个世代都前进。正好野百合世代的人长大了，结婚生子，现在差不多高中这样。我就对这样一个世代的转换很有兴趣。好吧。谢谢你们请我。好。很巧，我儿子也住这一代，真的，我儿子住啊。等下阿公那个我孙子冲出来说阿公。好 ，OK， 欢迎校长。谢谢举杯，谢谢，敲一下。哇，这白酒好喝。啊，可以哈。这个烤菜是比较是偏就是地中海料理。地中海对。这个是鹰嘴豆，鹰嘴豆这个是比较像是中东料理。对，然后这个蒜醋。下去用姜黄，这个还有小茴香，这个是印度料理。对，它都是小吃，然后这个是今天的主食。很像那个饭店里面的早餐，各国的东西给你选。来，校长。好，先吃小菜。校长也许想说一瓢的。刚他我也是。小野虽然常用脸书更新学生的近况，难得能私下聊天。他想听听夏绿蒂对学校的看法。没有，就很想转学。我就觉得我跟这啊，天哪，到底什么地方啊？一开始的课真的没什么，因为才刚开始，所以很多人都很基础啊，所以就没有什么。都是必修啦。学生上课想哭，其实老师也很想哭。因为我讲一个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天天在学校嘛，经过1个月不到，老师就开始讨论说，糟糕了。我们录取了一批同学进来哈，都在谈恋爱。对。然后夏绿蒂受不了同学都在谈恋爱，没想到小野也曾为此很头疼。我们第一个绝对不能阻止，第二个我们怎么导向他们这样不会出事情。后来我们两个就讨论话题是，要不要装保险套机器？然后两个人一直讲怎么装在哪里？他说又不能装在学校，装在学校鼓励人家，装在学校又不像样。装在国际艺术村的厕所里，就一直在讨论这个。后来渐听说失恋了，哇，太好了，太好了，谁跟谁又拆伙了，哇，太好了，可以专心读书吧。就是我每次校长听到信息说，哎，谁跟谁拆伙，说太好了，把时间留多点在学校读书，就反正我们也呆板。身为校长，小野会烦恼学生谈恋爱耽搁了课业，但身为2个孩子的父亲，他的情感教育就做得很直接。高中的时候，他想追一个女生的时候，他真的很认真地问我说：“爸爸，你怎么谈恋爱的？”那个女生很漂亮哦，长发飘逸哦，吹长笛的。他说答应他情人节跟他见面。高1，我开始帮他计划整个地图，就是你们学校隔壁有个花店，买花，然后咖啡店有个叫四季的，价钱还差不多，我帮你定位。所以爸爸去帮忙孩子去经营，对。除了帮忙儿子布局，他也没漏掉性教育。买了一盒保险套，很不好意思的写了一封信给我儿子说：“儿子，亲爱的儿子，如果你要做那个事的话，记得带这个。”我儿子非常生气，就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写：“亲爱的爸爸，我没有你想那么远，你留着自己用吧。”我们家是儿子女儿陆续开始青春期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讲，我说，妈妈就说女儿我负责，你儿子你负责。我只记得他说大学这样才比较心灵不会受伤。现在他们如果太小有性关系的话，对他们的生理状态，就是我最主要是生理状态啦。有一部电影，有一个爸爸知道他女儿要跟一个男朋友出外住旅馆，妈妈很反对，爸爸就讲一句话说，就是如果你跟男朋友出去那个晚上，你将来在回忆中还会笑，
很开心的，回忆起来是很美好的话，你就做吧，你就照你的感觉去做。如果你将来回忆是非常后悔跟遗憾的，就不要做。这样讲有点悬啊，就是说他爸爸整个这样说，就是说我不能告诉你对跟错，但是你将来回忆起来，如果这是很美好的，我当然不会阻止你。如果你是很遗憾，小野能够很开明，因为不希望孩子像上一代那样被压抑了。我们这一代蛮可怜，就是父母亲讲到这种事情就很害羞，甚至觉得 dirty， 它会深深影响到我们这一代女生，我这一代，对那个性很不正常，然后很恐惧。那因为父母亲讲到这个就怕，像我妈妈他们绝对不会跟女儿讲说，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去弄，甚至于推掉。那爸爸更不要讲，甚至会压抑你说，好好读书啊，不要谈恋爱。我们会在孩子面前拥抱，然后有时候会亲吻给他们看，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这也很美好。只是我们有3条线，蛮美好的啊。哎，你们小时候上学都是 kiss goodbye 啊，这是小时候我们。看着夏家人的互动方式，小野说他和儿女也常用吐槽的方式表达爱意。我前几年有一次得了一个什么奖，说那个什么得到一个风云人物，我说女儿，我今年年底啊，那个金石堂要颁一个风云人物给我。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轮也轮到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就轮也轮到你了。好了，又过1年，我有一本书被选入十大那个什么影响力了。我会告诉我女儿说，乱选的，你高兴什么？乱选的，你高兴什么？太多，下一题基本上是从头吐到尾。对啊，我们就怕播出来，人家就书就退了，到底教什么东西？小野至今出版了超过100本书，其中不少关于爱情的题材。文静很好奇，他是否经验丰富？你很早就谈爱情了，就是在你的小说里谈爱情，对，我自己也没有很早，我自己没有很早谈爱情。你自己没有很早，我就是属于那种对爱情模模糊糊的一个。那你为什么小说里头会写？我乱写的。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对爱情一点都不懂，而且还挺不健康的。就是说，跟女生交往，有时候女生迟到，我就发脾气，好像觉得自己尊严受害。所以那时候我就等到我有点年纪再回头看自己恋爱经验的时候，我想说，你是爱自己还爱他？他有点迟到你就翻脸，那你是尊严受损而已，你根本不爱他嘛。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了。照理说应该是蛮成熟，可是我蛮幼稚的。创作本身就可以听来一些故事，就用想象的写嘛。因为我觉得以前你的小说的尺度还蛮宽的。有吗？有啊，我认为都是别人的故事。那是别人的尺度宽，说别人的尺度很宽。虽然夏家人乐于了解女儿的感情生活，但偶尔会有点看不顺眼。爸爸回来就看到他们一群同学，然后她跟她的男朋友2个都躺在那边互相依偎，依偎。然后爸爸看了就还好吧？不是，我是觉得正好是，我爸爸很难看到这种场面就受不了，真的，你受不了。受不了是正常的。你刚才讲到原型就是这样，比如说儿子跟爸爸一直有所对立嘛，儿子跟爸爸有点对立，儿子想超过爸爸，可是儿子通常对妈妈会有点如沐的感觉，那女儿对爸爸是一种如沐感，对妈妈是竞争感。如沐是什么？如沐就是说很羡慕，爸爸很棒。我觉得相反的，在我们家。那你们家颠倒啊，性别颠倒。我是喜欢妈妈，然后爸爸就是。那因为一开始爸爸扮演妈妈角色啊，可能是这个原因吧。你们一开始刚好是那个颠倒，是因为家庭角色刚好有点反过来嘛。小野想起自己也曾经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刚好在中影做了8年，正要离开，而且在整个事业场上觉得差不多了，不想再逗留。那时候才37岁，所以说起来是蛮年轻。我老婆就提醒我一句话说：“你这8年根本就没有看到小孩怎么长大。”直到我10年后，他已经大学了吧，还是高2、高3了啦。我终于又有机会出去工作，我就把我儿子叫来说：“爸爸，现在有个很为难的事情，我在家很久了，就舍不得你们。可是我又有一个机会不错。”我儿子竟然哭了，说：“爸爸，你赶快走好不好？”没有，他说没有一个男孩子在青春期天天还跟爸爸在一起。我也不能看 A 片，我也不能看漫画，我同学每件事情都可以做，我就是不能做。我好想哭，你赶快去工作好不好？当主夫的日子，小野靠写专栏维持家里经济。他念生物，却在文化领域发展，自学对他来说很重要。我爸爸是个公务员，然后赚的钱不够。我们家有5个小孩嘛，还有阿嬷8个人，
8个人过那样日子，1个人的薪水是不够，所以我从小有一个感觉是生活很难。就是爸爸每次工作下班提个包包回来就开始吃饭就开始工作，接了很多案子，他的案子都是帮人家自己学哦，就是自己只要有钱他都答应做门神哦，庙里的门神哦，帮人家画壁画，然后帮人家做菩萨，然后人家死了帮人家画遗像，就从小什么都可以做，他全部自学，所以真的也敢影响了我，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 TMS 里面有些东西我一直蛮相信小孩子到最后他自己能够自己学习，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相信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是小野如今担任校长的期许之一。这餐饭最后，他带来自己的作品和 CG 艺术家的展览门票。幕后的人需不需要学一些？那这个日本做画家，他是从头到尾是用他从小就观察大自然啊、宇宙，然后对生命、对宇宙充满了兴趣。夏绿蒂开始画图啊，可是再来他要进步的话，可能就是要再往前再跨一步，更进步的时候，可能那个就是思想、逻辑，可能要再增加这方面的东西。那这个展览正好这么巧，想给你们全家去看，有4张票。这是我们刚好像是我在做家庭访问，就是我好像回到一个学生家里跟家长聊天哦，然后我都不觉得摄影机存在。那至于他们自己家里充满了那种蛮自由开放的气氛，我觉得也是让我更相信我们的那个下一个世代的那种，在各方面都比我们解放多了，我是蛮高兴的。他不是说他跟他爸妈不会那样吗？可是他自己却做到这样，觉得很厉害。如果今天来的是那种年轻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紧张，可是今天就觉得很放松、开心。在餐桌上，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吧，也很多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圆满的夜晚，然后大家就是我觉得那个能量很好，就是大家是在互相的去说一个状态，但那个状态都是彼此可以理解。他的家庭的教养也在那个年代算是非常进步的家庭，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没有多进步嘛。就今天在听他听起来就觉得，我们也还好。这样感觉好像有一点欣慰的感觉，因为我很少就是这么近的跟校长讲话，因为觉得这么近的跟校长讲话是一件很谄媚的事情，所以今天有这机会，我觉得校长就是一个，我非常觉得他非常的棒，对，很喜欢他的想法。等到这2个这卡片，他做的，要是每次家里访问都可以这样做好，一家去。这很棒这也不错哦 ，TMS。一定要一个晚餐。对，这个蛮好的哦，来安排一下校长的晚餐之旅。好。OK， 大家见，拜拜。拜拜。